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周二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已在南沙岛礁建机库，能停放多类型战机。国防部就此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回应，在南沙岛礁的建筑工程具有多重用途，除了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多是用于各种民用用途。有分析指出，近年来美国一些智库一直在配合美国政府渲染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美国智库 CSIS 称，根据最新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已在南海3座岛礁上建成大型飞机库。该智库还据此预测，中国继续的南海推进所谓军事化，因为这些飞机库都达到了军用规格。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鲁多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进行了无端指责，攻击中方行动违反了所谓非军事化承诺。So I would say that this type of potentially dual-use construction activity has rais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Such actions undermine regional confidence that China is willing to resolve contested matters in a non-coercive manner. 西方记者也立即就 CSIS 的报告采访了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斯威夫特含糊地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机库是否会被用作军事用途。他也宣称，这可能会增加人们的焦虑、不确定性和缺乏透明度，会给地区带来不稳定。CSIS 的报告中表示，这些卫星图片拍摄的今年6、7月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主碧礁和美济礁最新的建设情况，其中多幅图片日期在南海仲裁所谓结果公布后。CSIS 在其发布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在这些岛礁上已建成许多飞机库，这些飞机库的大小和坚固程度都足以装得下中国空军的任何型号的战机。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指出，在南海上岛礁建设机库主要是考虑当地的地理环境，提高对救援飞机等的后勤保障水平。它本身的这个空气湿度、盐分、潮湿度都很高，也因此，如果说有飞机在当地进驻或部署或者停留，那最好是有一个敞篷，让它能放在敞篷，推到敞篷里面，这样可以避免高温还有盐分的这种腐蚀。那这个对于确保飞机的整个妥善状况或者后勤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必要的基础设施。纽约时报称，卫星照片显示，目前这些飞机库并未停放军机，而 CSIS 却表示，这些飞机库都有加固迹象，其坚固程度要远远超过民用飞机库。该智库亚洲海洋透明度项目负责人格雷高里波林说，他们的坚固程度到足以承受一次袭击。这些飞机库最小的也有18至21米的宽度，停放中国最大的喷气式战机都绰绰有余，包括轰6轰炸机、轰油6空中加油机、运8运输机与空警200预警机，而最大的机库宽约61米。柏林指出，这已超过停放战略轰炸机与加油机所需。机库对于飞机来说有多重要？一般而言，暴露在外的飞机非常容易受到袭击，也不利于维护保障，因此需要通过机动对其进行保障。对于作战飞机来说，需要地面机场进行保障、加油和挂弹，这也是作战飞机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受到袭击，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德战争初期，德国空军几乎将前苏联红军空军摧毁在地面。二战后，各国都非常重视对作战飞机的保护，苏联就在主要战略方向上修建了大量的飞机洞库，它被认为是作战飞机最为有效的掩蔽工事。不过，飞机洞库对地理地形要求较高，造价较高，另外就是洞口、滑行道无法隐蔽，一旦这2个部分被摧毁，就可能让洞库内的战斗机失去出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单机加固掩蔽库成为各国发展的主要方向。据资料显示，中国空军新一代单机加固隐蔽库的防护能力达到了北约的最新标准，也就是说，能够抵御1000磅炸弹的直接命中，尤其是针对对方的战术，如先用精确制导炸弹炸开大门，再用高爆弹产生冲击波进入机库摧毁战机，或者让大门结构损坏，让战机无法出动，重点加强了对机库库门的防护。针对 CSIS 的报告以及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国防部新闻局在回复深圳卫视询问时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中方多次表示，南沙岛的建设功能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除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外，更多的是为各类民事需求服务。其实中国之前已经3番2次的对这个外界说明，他们是为了保障所谓航行安全，提供这急难救助，因此它设置机库，我认为像这种空中救难单位，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这个定翼飞机，
乃至于救难用的直升机，未来部署在这些机场。那我认为，就中国之前这个宣达的这个造这些岛礁的目的，我是觉得是比较符合。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分析指出，近年来美国一些媒体和智库一直在配合美国政府渲染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夸大和歪曲中国在南海正常的维权行动和岛礁建设。即使美国媒体的报道和美国智库报告本身也承认，中国并没有在这些岛礁上部署进攻性武器。其实从美国指控中国做岛礁建设这个事情来讲，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抱持着双重标准。实际上，包括 CSIS 在内的西方智库长期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细节保持高度关注，但是今年 CSIS 就通过同样的方式接连臆测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红旗9防空导弹、雷达和歼11。深圳卫视注意到，在 CSIS 曝光的这些照片中，左下角都有这样一个 AMTI 的标志。AMTI 全称是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隶属于 CSIS。从2014年开始，外媒引用了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的照片，分析大多来自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AMTI 的总负责人波林是战略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东南亚方向研究学者，他自称是一名中国通，在北京和上海居住多年，曾在复旦大学读书。近年来，他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南海问题，也是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南海问题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曾为 AMTI 撰写文章。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朱峰指出，波林其实仅是事务负责人， AMTI 掌管者另有其人。这个研究计划呢，直接有 CSIS 的高级副总裁叫 Michael Green， 那他是一个日本通，也曾经在布什政府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那 Michael Green 直接来领导这样一个项目，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现在美国的政策界、美国的智库对于现在所谓的亚太海洋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的现在的政策的这种高度的敏感和关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 AMTI， 并号称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事透明，防止这一领域的强势行为和冲突，为地区合作提供机会。朱峰指出， CSIS 涉及海洋的研究计划一般会取名如海上安全研究计划等，但此次取名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听起来中性，但内里却不尽然。是起这样一个名字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个新的海上安全的这个研究计划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日本，同时呢还有美国的其他的这个研究基金会，从日方出资给 CSIS 来设立这样一个研究计划，其目的呢就是似乎是打着海洋的这个透明度来提升加强海洋区域的这个稳定合作等等。但是最核心的目标还是为了能够促进美日所谓共同应对中国崛起。